调多少调多少是跟你什么东西最有关系？鱼大小，鱼大小还有调气。白讲的，还是这样，这是水面，这是水底，这是一个浮漂，这是八字环啊，这是一个钩在下面这样的，另外一个钩在下面这样的，这是我们正常的情况是这样的，是吧？我们刚才说的是打个比方是调5调4或者调5调3，就是钓这种小鲫鱼哈，甚至可以调5调5，或者我再衍生问题，如果那个鱼更小一点，口更弱一点，天气更冷一点，我们可以采取什么办法？线放小。除了线放小以外，在浮标上面还会有什么变化？你别抢答，这也没问你啊！问他们，你就可以把它调得再低一点，我就不调5，我调4、调3都可以。因为我调的越低，它这个什么情况啊？向上的浮力就越小，它就更容易出这个信号，而且它更容易进嘴，因为它天越冷，它吸这个力就越小，懂不懂？所以你就不能调高了。你比如说我在现在调8目，钓7目行不行？不行。我调8目钓4目5目行不行？也不行，它吸不动，这目测太高了，它吸不动，是不是？这是像冬天那个鱼太小的时候。好，在现在讲，也不是太冷的天啊，鱼比较大。我现在讲这个鲫鱼1巴掌，起步都是半斤一个的。那么我们要钓这个鱼的时候，为了保持这2个饵料，这2个饵料在底下的目标是什么呢？轻触底，就是这个目标，轻触底，2个饵料轻轻的触底。为了保持这个状态，我们想，如果现在鲫鱼就是半斤到1斤的鲫鱼，调几目合适？调4、调2、调3。为什么调4呢？就答错了不扣钱。为什么？你讲原因出来。是调高一点还是调低一点？调高一点。调高一点。那我们浮标，如果这个鲫鱼大，我们可不可以调到6目，甚至调到7目，调到8目？目的我再来钓几目呢？也是钓3目。其实最好钓鲫鱼的方式就是钓3目。最好是钓3目，为什么钓3目最好呢？因为它的信号很小，我们很难判断它吃还是没吃，有时候很远，尤其对于我们这年纪大的来说。但是为什么3目最好啊？3目变成2目，看得清不清楚？很明显，3目突然变成2目，或者3目变成1目，你都看得一清二楚。如果5目变成4目，或者6目变成5目，你以为它没动，懂不懂？它不明显，所以是钓3目是最合适。3目变成2目了，就是吃了1目，一打就中。3目变成1目了，吃了2目，一打就中。我现在如果是钓得很高，钓的6目，一下吃成5目了，我没发现，因为上面太高了，少了一点不明显，而3目是最明显的，所以我们一般的来说会去钓3目。那么同样是钓3目，现在这个鲫鱼很大，那么我们就要调高一点。你知道为什么要调高一点吗？鲫鱼大吸的。对，鲫鱼大，鲫鱼大还有一个特点呢，是那么鲫鱼大，吸力大，是吸力大。然后呢，鲫鱼大，我们钩子就会大一点，钩子大，我拉的饵料是不是大一点？那么饵料重一些，这个饵料重一些，我还是通过4目到3目，这个浮力太小了，剩余的这个浮力差太小了，那么2个饵料就不是轻触底，它就容易带一点躺了。我们要想让它轻触底，那就这个目测中间的目测差就要变大一点，因为我饵大了，重了，所以我就可能会调到6目，钓3目。有3目的差，目的是因为这2个饵太重了，钩子也太重了，我要把它往上提一点，提到它轻触底，达到这个目标，所以我就会成那个调6钓3或者调7钓3，因为它饵大了，钩大了，钩大了不一定饵大了，饵大了它就重了，重的时候我就让它提着一点，那个目测差就要变多一点，它才变成轻触底，变得更明显，所以他就调6目或者7目，再来钓3目就正合适。好多人分享直播间真的吗？知道吧？那我们再来讲一下，我钓的鲫鱼起步就是1斤的到2斤的，那我们调几目？同样在钓3目的情况下8目、9目，对我就可以调8目、9目，再来钓3目，因为那个饵就上得更大了。这只是从正常的上饵大的情况下来分析。同样是钓这个很大的鲫鱼，我们也可以成了调5钓3。那什么时候钓这个鲫鱼很大，但是我也要调5钓3呢？大冬天。对，天太冷了，我饵不能上太大了，我的线也不能太大了，钩也不能太大了。因为鲫鱼在正常情况下，比如说我钓这个半斤到1斤的鲫鱼，我可能用到6号绣，
在天气比较暖和的情况下，但是我在冬天很难吃进去口很轻的，可能用到3.5号溴或者3号溴，那很轻的那种钩。那么因为它那个时候夏天它是这样吸的，冬天它就它是呼吸口很轻很轻的时候，我们的饵就要拉的小一点，线用的细一点，它才容易进去，知道吧？这个时候我也可以变成调4钓3或者调5钓3。所以最终的目的就是调多少钓多少，是跟你什么东西最有关系？鱼大小，鱼大小还要挑白讲了。季节不是？鱼的吃口，我看最终是跟什么有关系？钩子，饵的大小有关系，懂不懂？钩跟钩和饵的大小有关系。它吃口很猛，我的钩比较大，然后饵就大，饵大就重，我就要调高一点，调3目。说天气，哎，如果它这个吃口不是很猛，我的钩子会小一点，线会细一点，那么它的饵会小一点，饵小一点，同样钓鲫鱼，我再调8目，调3目，这么小的个饵，它压不下去啊，那不又变成了很灵了吗？都空腔。这个时候可能变成调5钓4，或者调5钓3，或者调4钓3都可以，目的只有一条，永远记住这一点：轻触底，2个饵料轻触底，只有在轻触底的时候，它是最佳状态。我们在调和钓的目测之间有一个目测差，这个懂不懂？比如说我调6钓3，中间有目测差有3目，是不是？这个差的大小是由什么决定的？饵料的大小决定的，也就是钩子的大小和饵的大小决定的。饵比较大，我就让这个差变大一点，它就正好轻触底，因为它重量大了。如果饵小一点，我就把这个目测差变小一点，它就变得轻触底，它就小一点，就是这一点，把这一点听懂了就够了。饵大，目测差大一点，目测差调钓之间，一般你都钓3目，就跟它定死了。就定死了。现在1号溴是最小的，我现在用1号溴钓鱼，调几钓3？打啊！1号溴就是钩很小，上的饵很小，我要钓3目，那我调几目合适？调5钓3，要调4钓。我打死你！最多调4钓3，你甚至可以调3目半，调3目钓3都可以，因为它钩太小了。好，现在用到了4号溴、5号溴，我就可以钓4钓3，调5钓3都可以。我用到6号溴、7号溴，我就可以调6钓3，调7钓3都可以。那么，那最终是钩子大小决定的，是不是？钩子大小就是根据鱼的大小来决定的。但是鱼也有吃的很轻的时候，那我们吃轻也要变成小钩，那也要变成调低一点。所以鱼同样大小的鱼，它狂口和不狂口也有区别。同样这大个鲫鱼，我们用3号溴，打个比方，这么大鲫鱼用3号溴，我1个小时能钓40条，我就3号溴。现在我1小时能钓80条，我可能得用4号溴。我1小时能钓150条，那我可能要用到5号溴，甚至6号溴，因为它这边口很狂，很狂的时候就是怎么样啊？就像你吃排骨似的，你的嘴张得很大，很大劲的来吃，知道吧？它就可以钩子就更大，钩子不更大就容易脱钩，因为它很狂的时候，它一定挣扎的力气很大。那么挣扎的力气很大的时候，钩子一定要大一点，大一点就钩得多一点，就不容易脱钩。但是打个比方，你到那里去，你一定要估计了这个水有多深，哎，对，你一定要保证调的时候这个钩子是在半水，是的，你别一调这个钩子就到底了，那调了个鬼。半水调漂哈。对，一定要半水空钩调漂，你要不知道的话，可以先在那个钩子上挂一个重铅，再把那个漂找到底，然后往下一拉，多拉一点，然后再去调漂。哎，这是基本操作啊。